我们今天給大家講一個好玩的事兒哈，我跟你說啊，真的是這個世界呀。今天盧比奧國務卿啊說了一件事兒啊，當然他也是盧比奧參議員，我認為他很可能是2028年的美國總統啊，很可能他就是美國總統。那麼盧比奧今天說你們熟悉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哎，這話說的是實話，說的我心都碎了。大家知道，如果芝麻開花節節高，日子越過越甜，越過越好，那我操，那咱們多有意思呀！他說，這個時代過去了，以後再也不會是正常的時代了。哎，說到我的心裡邊去了，這是我最不願意看到的，因為我本人啊，就是經歷了那個最美好的時代一個尾聲的人。作為美國人來說呢，那麼他們這個時代更長啊。美國這個時代是從1950年開始的，就是二戰勝利之後。1945年以後，美國就開始進入高度繁榮狀態。這個過程中雖然有過幾次波折啊，但是也都是前進中的螺旋啊，這沒有大的影響。80年代、70年代、60年代，包括90年代啊，美國人都非常幸福，包括2010年以後啊，以前都很幸福。但是很不幸啊，現在的世界呢，進入一個螺旋下降的時代了啊。盧比奧國務卿這樣警告了我們。很可能對伊朗的戰爭也是不可避免的，很可能呢，俄烏之間的戰爭呢，以戲劇性的形式進行停戰，很可能美國和中國之間進行針鋒相對的鬥爭。這個作為一個移民到，還好我移民到加拿大了啊，作為一個加拿大或者美國的移民的話，我們的心裡真的不是滋味。你想想，我們是希望中美之間永遠和平永遠合作，做 G2 有錢大家一起賺共同管理世界，難道這不好嗎？不行這個東西你這樹欲靜而風不止，有孫子不是有瘋子出現，所以呢，哪邊是瘋子我們不說然後我們今天聊第二個新聞，就是本屆冬奧會在意大利米蘭舉行的冬奧會，可有意思了。說句實話，這次冬奧會誰拿了多少金牌，拿多少銀牌，我們並不太關心，因為它只是一次這個體育愛好者的盛會。這個拿了多少金牌，拿了多少銀牌，有那麼重要嗎？說你這國家在冬奧會能拿金牌，然後你這國家就是強國，你這國家沒有拿到金牌，你國家就是弱國所以這個事兒不是那麼重要。但是呢，我們國家呢，就是我們中國就是很多年以來形成的這樣一個弱國心態就是特別願意在什麼奧運會冬奧會看那個獎牌榜和金牌榜，甚至出現變態的，就是整個國家用財政用國家力量來包裝這個金牌的數量，顯示自己的體制優越性這他們在西方發達國家，在自由世界，這都是笑話。沒有任何一個總統敢把國家力量投入到這種職業的這種選手培養上來，因為這些選手在奧運的這個賽場上，選手應該是業餘的，這才是奧林匹克精神結果是全是國家的這孩子們都不上學也不上班，就是全是體育工作隊體工隊整天就他媽練，這樣的話實際上是很不公平的。因為很多選手人家不是廚師就是律師結果人家還能贏，你說這臉丟哪兒去？所以呢，中國本屆冬奧會呢，目前是以2銀2銅的成績暫列第16名最折磨中國人心的就是自尊心的，就是沒有金牌，尤其是谷愛凌沒拿到金牌，谷愛凌拿了個銀牌我聽說因为我根本不關心這事兒，我聽說在罵谷愛凌中國人民在罵谷愛凌，當然美國人民也在罵谷愛凌就是4年以前北京冬奧會谷愛凌嶄露頭角拿到大量的金牌的時候，美國人民沒有罵他，為啥呢？這就是世界的變化。4年以前中美之間的關係還不錯，真的還不錯，就是至少民間關係還不錯。所以你說谷愛凌4年以前成了中國的好像民族英雄一樣，一個人狂攬幾枚金牌在冬奧會好厲害，然後整個國家體育總局全部都在給他錢今天露了個餡兒，說北京這邊已經給谷愛凌過去的2年的培養經費1億人民幣，1億人民幣支付給谷愛凌。我操，這錢也太好掙了吧
哎呀，这不公平啊！你给他那么多钱，他没拿到金牌啊，你这东西你等于白喂了。所以这个事儿呢，就是也能看得出来我们老百姓为什么骂他，因为这个事儿一旦公告出去，他也确实公告出去，那老百姓是受不了的。所以，谷爱凌没得金牌，你这全中国都在骂谷爱凌。那么谷爱凌得了金牌，全美国都在骂谷爱凌。所以谷爱凌这是招了谁惹了谁了？我操，是这，你说国籍法拿出来了，美国人给他拿出来了，为什么？因為中國不支持雙國籍啊，18歲以前。我跟你們講啊，講一條知識，18歲以前，中國人是可以有雙國籍的，就是未成年的中國人是可以有美國或者你在美國出生的話，你兩邊都有戶口是可以的。但是按照我們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法，就是18歲以後你要選一樣，你選一邊啊，在漢不在魏，在魏不在漢，你不能身在曹營心在漢。但是可笑的是，谷愛凌同志呢，顯然是已經超過了18歲。但是谷愛凌同志呢，就是屬於季節性動物，就是他在冬奧會之前，他就會變成中國人，然後在冬奧會開完了之後呢，他又會變成美國人。那因為只要放棄美國國籍，所有的放棄美國國籍的公民都會在美國政府網站有個網站公示的，沒有人查出來谷愛凌放棄美國國籍，也就是說谷愛凌很可能還是美國國籍。那所以呢，美國人以前不在乎啊，家大業大嘛，共產主義都來拿吧，大家拿加拿大，那美國就是超級加拿大，沒人在乎，真的沒人在乎以前。但是今年不一樣啊，我告訴你，因為我在美國，今年老美就是純的白色的老美在罵，還畫漫畫諷刺他，就是畫成一個變色龍，趴在一個中國國旗和一個美國國旗上面，然後那個頭是他的頭，然後那變色龍在美國那邊呢，就是一個美國國旗那個紅藍道星星，中國國旗那邊它就是有紅的，挺形象的啊。我看那漫畫啊，還非常形象，所以這個就是鑽空子啊。那鑽空子我覺得可以啊，這世界上有很多空子啊，得見好就收，你不能老鑽啊。你鑽時間長了，你長肥了，你就卡在那個空子裡邊去了。卡在那，就像那個竹蟲一樣，你們長太肥了，你出不來了，我操！那你這東西，你的命運就很難說了。所以真的是啊，我也不知道谷燕他們看不看我節目，要看的話，趕緊撤了吧，收手吧，阿谷收手吧，真的是，這是一次警示，這還拿了一個銀牌，有所交代，以後不能再這麼幹了啊！真的是，還是回美國當美國人來吧，中國不適合你們。啊，就是因為在這種地方長大的啊，在這種自由世界長大的，你在那邊，我也不知道你們能幹啥啊？那去體育總局當官？哎呦，我 my god， 我操，那不行啊！你想想，那李鐵什麼的都什麼下場啊？那別弄這個，你現在還清廉還反腐，我操，你這累那玩意兒幹什麼呀？也培養不出個啥來。因為冰雪運動這玩意兒還是挺他媽的考驗一個國家的綜合實力的，所以這你看今年你看一不在北京本地開，馬上不行了，排第16去了。所以這個副團長佟立新啊，佟立新是中國冬奧代表團副團長，是在解釋說啊，我們太緊張了，精神壓力太大了，背着壓力，背着包袱比賽，所以我們沒發揮好。那你精神壓力大，別人精神壓力也大呀。為什麼別人能發揮好，你發揮不好？第一，你還是實力問題；第二，就是這個體制問題啊。別人是玩，你是拼命。那我跟你說，那朝鮮隊的精神壓力是最大的。朝鮮隊如果要是輸了的話，對吧？大家知道吧？那朝鮮足球隊的故事，就是那時候是金正日時代，朝鮮足球隊輸了，回去挖煤礦去了。整個轉業，集體轉業去挖煤礦去了，我操，那絕對精神壓力很大，那就相當於一個開車的人啊，你開車開得很好，然後呢，把你親兒子捆在了這個汽車前保險槓上讓你開，哎，把孩子綁了前保險槓上，哎，你開，我操，你肯定開不好了，你的動作很僵硬，為什麼？你心裡很大壓力啊，像一個很好的弓箭手。啊，他百發百中，把你老婆綁起來，咔頂個蘋果，然後讓你射那個蘋果，我操，那保準偏那個箭保準偏下，
就保準就射不着蘋果了。就是为什么精神压力太大呀？我操，咔啪咔啪就来了，我操，这就是这可以理解的。所以，那说中国队的实际水平是怎么样呢？我告诉你们个数据，中国队的实际水平是2010年温哥华冬奥会。哎，你们想不到吧？2010年中国国力最强，体现在冬奥会。那不是在中国开的，所以它是真实的数据。温哥华冬奥会，中国取得了5金2银4铜，5金2银4铜，没有谷爱凌啊，没有那个什么规划选手，就靠咱们中国人自己，5金2银4铜啊，滑冰滑得好极了，总数得到了11枚，非常厉害。为什么温哥华奥运会中国就能2010年冬奥会就能取得那麼好的成绩呢？第一，那個時候中國沒有開倒車，中國是與西方接軌的，國力日盛，人民群眾壓力不大，這絕對是有關係的。第二，溫哥華這地方全是中國人，中國人來了之後，因為他那個冬奧會場館就在列治文，那個中國人來了之後啊，中國隊來了就覺得在本土作戰，你們能想象嗎？你們要沒有不能想象，我建議你們來一下列治文，哎，你恍惚覺得在中國。真的是恍惚啊！而且那個外國人的密度小於上海和北京，就是我們溫哥華列治文的老外白人的密度很小，幾乎看不見。我操！所以這個中國隊在這兒比賽呢，它有一種主場優勢啊。所以你看那個時候的中國多好啊！你們看網上有人特別壞的這個絕對是聰明人。還不犯事兒，總結的從2000年啊，從1998年到2025年春節的航拍，我有一年春節正好坐飛機從南京飛回北京啊，那就是大年30那一天，從南京，因為我那時候在南京啊做名城啊，那個還有南京開元啊上師的項目，我他媽忙啊，一直忙到年30晚上坐飛機回去，所以我是有幸啊，我記得是2005或者06年的某一年，也許07啊，05、06、07那年，我坐着飛機從南京路口啊，起飛到北京首都，哎呦，這一路我一點都不誇張，夜航，一路中國就跟打仗了一樣，全是砰砰砰砰，全是特別漂亮啊！你們這個我不知道有幾位朋友有過春節期間在中國坐飛機夜航的這個經歷，飛機飛行高度很高的1萬米10公里，底下繁花似錦，真的是令人難忘，比巴格達空襲那個夜空壯觀多了。因為整個中國，無論從農村還是城市，全都是在放禮花，再不復盛景啊！2025年星星點點幾乎沒有，2024年幾乎也沒有，2023年、2022年啊，尤其是疫情那年，完全是黑的。然後到了2019年，有那麼一點點，2018年可以了，然後到2016年還挺多的，然後到2008年、2010年，我操，像爆炸一樣。2000年千禧年那一天，操，這個中國都弄地震了，你不要忘了，2000年到2010年期間還禁放煙花爆竹，在禁放煙花爆竹的情況下，還那麼熱鬧，你都能想象中國當時的狀態有多好。中國老百姓多有，就我爸話就燒包啊！中國老百姓多少包？我們家當時那些鄰居我都記得特別清楚，過年買花炮啊，幾萬的買，5萬人民幣啊，5萬人民幣的買那個浏陽花炮什麼的。那2010年前後，5萬人民幣的炮，有的是買10萬的炮，那真是不亞於一場小型戰爭啊！我不知道今天中國人能不能想象過年買10萬塊錢的炮，這就是什麼？這就是心態啊！完蛋了。去年在列治文住了半年，和在中國一樣，列治文華人比例53%，是，而且肯定高於53%，因為他說的是 resident， 就是這個有戶口的。你想流動人口更多呀，旅遊的、流動的、過來辦事兒的，所以中國人的實際比例是80%以上。哎呀，卡尼今天和伯利茲手牽手一起流淚了，這倆衰神，我操！你不要提他們，提他們倆我就這麼氣，沒有一個能打的。哎，你們誰認識伯利茲？能不能牽頭讓我見見他？My English is perfect. Maybe
I can teach him how to 这个弄起来加拿大make 加拿大 great again 老书记别看了，都听了也没办法，所以中国现在变化真是令人心寒。我跟你们讲，我看到了一幕，今年的冬奥会我看到了一幕，我的心都碎了。我真的就是不可思议。我相信在胡温时代，在江珠时代，在小平时代是不可能发生这种事情。什么情况呢？就是花样滑冰啊，花样滑冰最漂亮的冰上运动，日本选手得到冠军，日本选手在上台表演的时候，中国队全体退场。你能想象这是2026年的中国奥林匹克冬奥会的这个代表团就干出这事来，真的是啊！日本队出阵的时候，中国队那边就是那个观众席上那个中国队那边一个人都没有，集体退场。你什么仇什么怨呀？那过去多少年了？再说你要是真的那么有气节，别鸡巴跟我装有气节，你真有气节，你早就应该这样啊！1945年战争结束之后，開過好多次冬奧會，好多次奧運會，也沒見你們都退場啊！怎麼到2026年你們這個勁兒犯上了？你這反應有點慢呀！1945年結束的戰爭，你反勁兒你也應該叫1946年反勁兒啊！你都是應該56年反勁兒，66年反勁兒，76年反勁兒，你都不反勁兒。76年還中日好，我操，中日友好啊，中日友好醫院呢。86年，哎呀，舔屁股。96年，也好的不得了。06年還好，16年還好，到26年你們退場了。你這什麼？這個國家在退步啊！真的是上有所好啊，下必甚焉啊！又是一個瘋子。在那個地方，所以就整個國家的表現跟瘋了一樣。所以我對中國已經徹底絕望了。最近已經開始在家中研究上海炒麵的做法，因為我知道那個家已經回不去了。對，所以這個反勁比較遲鈍啊，這他娘的26年了，你這一代日本人完全不知道是為什麼。真他媽的不是個，這個國家全都是，我感覺全是小人，現在當位的全是小人，這不就是典型的小人行為嗎？那用着的時候是個狗，用不着的時候就變成白眼狼啊！那真的是他媽的這個小人行為，太可惡了！啥雞巴的國格呀？什麼奧運會？這可是奧林匹克呀！奧運會講的是全希臘，奧運精神講的全希臘連打仗的都要放下武器，大家一起打仗。就是我昨天還跟你們拼刀呢，今天咱們就他媽的變成好朋友、好麻姐，一起比賽，然後比賽完了咱再打去，這叫奧林匹克。什麼奧林匹克吉祥物就是他媽橄欖枝，象徵和平。啥呀？我操！你這雞巴！